我已经等了它4年了。这是尼康史上最好的集拍照和视频功能于一体的旗舰相机。我们所期待的那些，终于变成了现实。是的，尼康终于有内录10比特 log 视频了，4K 120帧、8K 30帧也一个不落，甚至还有从未出现过在相机产品里的内录 4K 60帧的 ProRes 42HQ。终于在这台机器上弥补了这么多年以来的视频短板。不仅如此，未来通过固件升级，2022年内还会有 8K 60帧的12比特 NRAW 内录。这个 NRAW 呢是全新的尼康自己的 RAW 视频格式，并且呢还会开放 4K 60帧的12比特 ProRes RAW 内录。以上升级全部免费。在拿到所有固件更新后， Z9 将正式成为同级别里拥有最强内录视频规格的相机。我现在激动的心情就像尼康当初开发 Z 卡狗发布夜神那时一模一样，因为它的出现真的给了我们尼康用户极大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尼康不仅能做出最顶级的相机镜头，同时也有最好的机身。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Z9 的定位是顶级旗舰，匹配的专业领域非常广。我也是以我自己的角度，以记录生活为目的的拍照、拍视频这样的场景来分享对于这台相机的感受。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对 Z9 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很难在全方位都触碰到 Z9 的极限。应该没有人又拍婚纱又拍体育又拍风光还拍野生动物吧。好，我们回到正题，来看看现在的 Z9 视频方面表现如何。在这次的样品拍摄中，我高频率的拍摄了 8K 视频，因为在森林里拍摄红叶这样拥有大量细节的场景下， 4K 已经不够用了。一起来看同一场景下的 4K 和 8K 的对比。Z9 的 8K 30帧视频码率达到了约400兆， 4K 120帧同样都是 H265 编码，而内录 4K 60帧的 ProRes 42HQ 码率则达到了恐怖的1825兆。为了内录如此高码率的视频， Z9 这次采用了双 CF Express Type B 的卡槽，最高读写速度能够达到1500 MB 以上，也兼容速度稍微慢一点的 SQD。当然这两种卡都不便宜，日本这边一张128G 的 CFE 要卖到1800人民币，一个 G 14块钱，大概能够拍摄 4K 60帧的 ProRes 42HQ 8分钟，10比特420规格的 8K 30帧和 4K 120帧能够拍34分钟，4K 60帧42分钟，4K 30帧74分钟。好码要配好鞍嘛，要实现现有的以及未来 8K 60帧 RAW 内录的性能，高速卡是必须的。购买这个级别相机的用户应该不太会在意储存卡的价格了吧？而且高速卡在备份数据的时候也非常快，整个工作流程的效率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我拿到 Z9 已经快1个月了，以我从日出拍到日落的拍摄节奏和每天晚上在电脑上备份的前提来看， 8K 和 4K 视频混拍加延时摄影，有2张 128G 再加1张 64G 的卡就差不多够了。所以我会选择性的在有大量细节的风景拍摄中使用 8K， 在 Vlog 等自拍片段中呢使用体积更小的 4K。 当然我说的拍摄节奏并不包括拍摄 ProRes， 如果全要用这个规格来拍的话，起码得有一把512G 的卡才能自信得起来吧。那么 Z9 的内录 Nlog 宽容度如何？我们来看同一场景下 Z9 的 RAW 照片和 Nlog 视频的宽容度对比。10比特真的那么香那么必要吗？是的，
有了10比特，也就是约10亿7000万种颜色的记录能力，才能够更好的还原出大自然中丰富的色彩过渡，我才能在这里为你重现这些美好的片段。ProRes 内录一直都是相机和摄影机之间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也不清楚尼康是如何打破规则才实现了内录。ProRes RHQ 这么高的码率意味着保留了更多的色彩信息，在调色的空间上有了更高的自由度，满足了更专业的视频制作要求。一起来看同一场景下 H265 和 ProRes 片段对比。不仅如此 ，ProRes 在制作流程上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就连我10年前买的那台初代 Retina MacBook Pro 都能够流畅剪辑。Z9 的像素虽然看似和 Z7 没有区别，但其实是全新设计的堆栈式传感器，数据的处理速度提高了12倍，所以说10比特 4K 120帧这样的功能也变成了现实，完全不裁切，并且呢，在所有视频录制规格下，包括未来即将更新的那些也不裁切。而且尼康还在相机的可靠性上下足了功夫。就拿这个新传感器来说，表面增加了双涂层防尘设计，下层的导电涂层可以抑制灰尘，上层的浮涂层，也就是我们镜头上的老朋友了，可以让污渍被轻松的擦除。而且专门给防抖部件增加了锁定装置，防止震动带来的损坏，正常使用的时候也不再会有晃来晃去的感觉。可靠性一直都是尼康的优秀传统。这段时间我带着 Z9 爬上过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北海道雪山，在雨中露营，扛过了暴风、炎热和严寒。我觉得吧，可能我人都快不行了，他还没事儿。我看到了2021年的第一场雪，巨大发现，雪！今天2021冬天看到第一场雪，哇塞！但代价是零下的气温和至少每秒20米的暴风。我当时穿了4件衣服，顶级羽绒服、冲锋衣全都上了才扛了下来。这些片段都是用 Z9 拍摄的，从山下的攀登开始就只有3个点，登顶后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连续高强度拍摄了2个多小时。Z9 电量依然坚挺，严寒完全拦不住它，直到下山都还剩4%。一起带上山的运动相机在山顶被冻住，无法开机，而且我还一直把它放在口袋里。当时的体感温度达到了零下20多度。我想呢 ，Z9 应该也是像D5、D6一样，是按照给 NASA 供应的标准设计生产的。当然，肯定是不建议故意让电子产品去淋雨扛雪的。不过在专业领域，比如说拍野生动物、拍这种极端的风景，拍到比保护相机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时候能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伙伴就太重要了。刚刚提到的电池，就顺便说一下，我觉得 Z9 的续航是还可以。我自己使用下来，早晨4、5点开始拍到天黑，如果不拍延时的话，1块电池就够用了。但是总觉得对于顶级旗舰来讲，还差那么一点点意思。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这个电池，它看上去很破，感觉是被用了很久的样子。我就想新机器不应该啊，于是就顺藤摸瓜一查，发现我拿的居然不是最新款的电池。吃了没有用过方块机的亏啊！它的型号是 ENEL18A， 是7年前给 D4S 用的电池，而且就这个战斗成色来看，不知道被借过多少回了，还能达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还是很强的。言归正传，严寒扛过了，那炎热呢？我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下午3点，我把 Z9 放在阳台，被阳光直射，温度计显示35度。由于我的最大卡就只有128G，所以最长也只能测30多分钟的连续8K 录制。我录了32分钟，机器完全没有问题，但提示储存卡温度过高。这张卡在连接电脑拷贝素材的时候也会非常烫手。这我换了一张卡，继续录了一段时间，Z9 也完全没有过热提示。ProRes 的内录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128G 也就只能录8分钟。以目前这样的情况，大家觉得过热这关表现如何呢？
啊，对，拍摄 8K 的时长也不存在30分钟的限制。官方的宣传片里，他们在非洲连续录了1个多小时的 8K 也是没有问题的。Z9 实现了以上几个高规格的视频录制，同时也带来了尼康最强、最好用的对焦系统。先来看几段样片吧。4K 120帧自动对焦，加上全新的100/400镜头，拍下了这段画面。Z9 对焦系统有一个非常便利的升级，就是把 AF 拍摄对象侦测选择合并在了一起。以前要分开选择人或是动物，而现在呢有一个自动选项把它们合并了。拍摄的时候就不需要多花时间去选择，相机就会自动帮我识别进行对焦。我手上这台工程相机支持人、动物、车辆。在正式的零售版里，还会支持摩托车、自行车、火车、飞机等9种对象。即使是目前已经存在的动物侦测对焦，也变得更强了。尽管画面占比比较小，也能识别它们绿豆一样大小的眼睛。这得益于405个对焦点，才能够实现如此小区域内的追踪对焦。在人物侦测方面，小盘离我这么远的时候，就已经识别出了它戴着帽子的头，然后通过镜头前变成背对的状态，也依然能够识别得到。我这些自拍片段也都是提前按下录制按钮，再走进画面里拍摄的。不过也并不是达到了神级100%的可靠，在拍摄天鹅这样会高速运动的野生动物时，也还是会有失败抽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把全区域自动侦测改成宽区域，比如说放在中间这一部分，它就会只识别这一部分区域里的对象，成功率呢就可以提高。而且还有3D 跟踪，只需要把这一个对焦点对准被摄体，相机就会自动在全区域范围内进行跟踪。在视频拍摄的时候，不能再像以前设置 Z6、Z7 那样把 AF 速度调整到最快，我觉得要降低的，要不然就会变成这样，合焦速度过快就不够自然了。事实是 Z9 的对焦已经超越了D6，Z9 的像素达到了4500万，这么高的像素密度，单个像素能够接收到的光线就会减少，带来的问题就是弱光环境下会出现大量的噪点。而视频拍摄时的噪点控制和涂抹感的平衡，恰恰是尼康的弱项。这段是我用 ISO 3200录制的，这个是我能接受的最大噪点了。再一起来看一下不同 ISO 的横向对比吧。4K ISO 12800， ISO 6400， ISO 3200。ISO 1600， ISO 800。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尼康独有的0.95超大光圈、夜神这样的镜头来提高视频拍摄时的纯净度。布局了这么久的高性能 Z-Car5镜头，将和 Z9 一起在视频拍摄领域展露锋芒。说了这么多 Z9 的视频性能，真的很难在纸面参数上挑出毛病了。如果要说高感之外的最大一个痛点，应该就是果冻效应啊。拍摄 8K 30帧和 4K 30帧10比特 H.265 的时候，果冻效应最明显。但拍摄高帧率 4K 120帧和 4K 60帧的时候，果冻效应反而会减轻很多。Z9 实现了如此强大的视频性能和可靠性，代价就是方块机设计，变大变重。单机加双卡加电池的重量就达到了约 1.3公斤。说实话，尼康在第一次公布 Z9 照片的那一瞬间，我心里难过了很久，不解为什么要做成方块机。我觉得大家都想要更小更轻的高性能机器吧。但直到我把 Z9 握在手里的第一个瞬间开始，这种想法开始慢慢被改变。拿到 Z9 的第一感觉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那么沉，比
比D6要小一圈，而且我的手握上去刚好机身的高度和手掌的宽度差不多，握持感相当好。同时方块机的设计让竖拍模式拿着特别舒服。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我开始越来越不在意它的重量和体积，而是专注于内容的拍摄。Z9整体用起来就是这种感觉，我慢慢忘掉了它的功能、参数、重量，因为我想要拍的它都能实现，我只需要专注于内容的创作。这个状态和我用玛米亚拍胶片的时候很像，选择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从这里看到下面的这个一片全是红，也太震撼哦！哇塞，哇塞，快看，这就是北海道的红叶，好震撼！哇塞，哦，现在在4河路，红果美，到山顶还有1.9公里。哇，真的讲了好多 Z9 的视频板块，因为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最期待的升级了。其实 Z9 在拍照方面的升级也不小，毕竟这才是老本行嘛。最让我震惊的就是它取消了机械快门。对的，你没有听错，现在只有电子快门了。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有点沉重。从1948年的尼康 ONE 被命名为尼康的第一台相机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0多年，尼康在自己的顶级旗舰机上取消了机械快门，时代变了。这个看起来像是快门帘的东西，其实只是传感器的保护盖，在关机更换镜头的时候可以保护传感器。多亏了它，在将近1个月的户外拍摄中，我的传感器上几乎一粒灰都没沾上。Z9 的电子快门实现了从最长900秒到最快32000分之1秒的覆盖。只有电子快门，就意味着尼康认为机械快门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全新的堆栈式传感器就是这么暴力。这也是我用32000分之1秒连拍的照片。Z9 在照片拍摄方面，果冻效应控制的要比视频优秀太多。不过我毕竟不是体育等高速摄影的专业人士，所以 Z9 的电子快门是否会对这一类用户产生影响，大家还是要去看看他们的反馈。我在这里只是把手头的工程样机的测试结果展示出来供大家参考。我觉得全画幅相机去掉机械快门帘，全面转向电子快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在所有的高端相机为了实现超高速度连拍，都必须使用电子快门。机械快门在超高速连拍下效率低，会黑屏，而且还存在寿命问题。在风光等慢门拍摄时，完全没有震动的电子快门会带来更加锐利的画质。只是在手持慢门拍摄的时候，我也觉得成片率更高了一些。而现在夜神终于能够在白天0点就全开，不过爆了。在速度方面的提升还有连拍。Z9 在使用高效率 RAW 的时候，可以以每秒20张的速度连拍超过1000张照片。还有2种以画质换取速度的狂暴模式，只拍摄4500万像素的 JPG 就可以加速到每秒30张，如果把像素降低到1100万，就能达到每秒120张的速度，而且能够实时追焦。我连拍的这段简直就是跟拍视频一样啊！不过我也不是连拍方面的专业用户了，所以想听大家的意见，这样的连拍性能你觉得够不够用呢？可能大家刚刚已经注意到高效率 RAW 一个全新的名词，这似乎是一个毫不起眼但绝对意义重大的更新。尼康在 RAW 文件记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高效率 RAW 加新的版本是无损 RAW 的未来版本，在能够保持14比特色深、品质能够媲美无损压缩 RAW 的情况下，可以把文件体积再缩减1/3。正常来说，4500像素拍摄一张未压缩的 RAW 照片，大小在80MB 左右，无损压缩 RAW 在50MB 左右，而全新的高效率 RAW 加新版本在30MB 左右。而压缩比最高的高效率 RAW 无芯版本能够压缩到20MB。Z9 能够实现以20张每秒的速度连续拍摄超过1000张照片，都是靠这个无芯版本的高效率 RAW 实现的。并且 Z9 上的 RAW 选项也只剩下无损压缩和高效率 RAW 这2大种。对于我们不怎么连拍的用户来说，最直接的改变就是买硬盘可以省下1半的钱了。不过具体这个高效率 RAW 加新版本和无损压缩 RAW 的差距有多少，要等到各大修图软件支持之后才能揭晓了，我们拭目以待。尼康对这台相机的定位是，如果你有足够的预算，不论拍照还是拍视频，买这一台就可以了。这句话就意味着 Z9 既是一台商业摄影体育人像机，也是一台视频机，更要是一台专业的风光机。而它能不能胜任风光，我们看这个就知道了。原生 ISO 64这个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先一起来看一下我用 Z9 拍摄的风景吧。
这些照片都是用测试版的 NX Studio 解 RAW 的，所以并不代表最终的品质。我们来看一下原图和修图后的对比，超高的暗部宽容度，这也是尼康一贯的优秀传统了。然后照片模式这里新增了一个星光视图模式，一键打开 Z9 就会倾尽全力的把预览画面调亮，方便拍摄星空的时候构图，再也不需要繁琐的去调大光圈、降低快门速度、调高 ISO 这一系列麻烦的操作了。我以前呢都是猜一下构图，然后再拍一张确认大概的位置，再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现在效率就会高上不少。说到星空这种极限环境下的拍摄， Z9 搭载了背光按键，这也是 Z 系列无反相机里首台拥有这个配置的。我觉得拍摄风景的绝佳时机就是昼夜交替的这段时间，打开按键背光后，你就可以有条不紊的拍摄，优雅的享受这段蓝调时间。这个功能只要用过一次之后，你就再也离不开了。这是 Z9 拍摄的星空延时，大家觉得纯净度如何呢？在拍照方面，弱光表现也算是 Z9 的一大痛点。我们来看一下不同 ISO 的横向对比。以上就是我感受到 Z9 在拍照方面的改变了。在最后讲机身设计前，我想再分享一个软件层面的提升。Z9是我用过可定制化程度最高的相机了，它甚至连显示屏拍摄显示和取影器拍摄显示的工具都可以完全自定义，你可以完美的掌控出现在屏幕上的每一个工具，连水平仪的类型也有2种可以选择。我特别喜欢这个 Type A， 包括还有可以自定义的爱菜单呀、我的菜单，以及整机14个自定义按键，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来更改Z9的设定，达到最高的效率。这也是一台专业相机必不可少的特质。大家注意啊！现在啊，白平衡制动 ，ISO 100。大家注意啊！现在啊，白平衡制动 ，ISO 100。方块机设计是不是太大了？放了一个单独的麦克风按键，没想到还能拿来干这个。这个语音备忘录功能简直就是新手学习摄影必备啊！以后有新手求推荐相机，我首推 Z9。好了，不皮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机身设计。整机重 1.3公斤左右，5段传感器防抖，能够轻松实现光效镜头1/5的慢门成片。圆形取影器369万像素，虽然看起来观感很不错，但在像素密度上确实被其他同等级的拉开了差距。但是它贼亮，最高3000坎德拉每平方米，在家里开这个亮度看真的有点亮瞎眼的感觉。然而在户外强光下使用真的很赞。屏幕显示素质也没变，依旧是210万像素。Z9 这应该是尼康第一台拥有4轴翻转屏的专业相机了，可以向上、向下以及竖拍的时候向上翻折。肩屏也比 Z6、Z7 要更大一圈，我觉得拍延时的时候真的很方便，能够随时确认相机的状态。大家可以表个态，我想看有多少人觉得不需要肩屏。模式转盘顶部采用了4叶草设计，因为采用了方块机设计，所以直接就自带竖拍手柄。即使竖拍的时候也有单独设计的摇杆、前后双波轮、ISO 按键以及一系列的自定义按键。竖拍的时候也有完整的拍摄体验，在不需要的时候也还可以锁定，防止误触。机身变大了，自然就可以塞下更大的电池了。我还是第一次用这种异形电池，虽然尼康借我的是 D4S 年代的旧款，但续航真的很给力。我手上有4块电池，基本上后2块完全都没用过。和 Z9 同时发布的新款电池应该会有更长的续航表现。双 CF Express Type B 的卡槽，并且兼容 XQD， 这个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来看看接口，机身正前方有闪光同步端子和10 pin 的遥控端子，机身侧面有网线、麦克风、耳机、全尺寸 HDMI 和 USB-C 接口，还有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安全锁接口。貌似体育摄影师们可以在会场中把相机固定在栏杆上，然后再加一把安全锁防盗，然后上完厕所后回来发现镜头和卡被人拔走了。Z9 并不完美，因为高像素的设计导致不得不在高感上做出妥协，拍摄视频时的果冻效应也依旧明显。我还希望它的屏幕和取影器像素能够再高一些，低对比度场景下的对焦速度和可靠性能够再提升一些。
最好呢还可以支持使用 USB-C 外接固态硬盘外录，这是我高强度的用了1个月下来能想到的 Z9 的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我仍然要说 Z9 是让我心满意足的一台相机，我想要的所有功能它都给我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尼康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视频功能发展到单反上的厂商。尼康 D90 是第一台能拍视频的单反，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但是很可惜，将单反视频功能发扬光大的并不是它。从2018年11月，尼康正式踏入无反时代到现在，过去3年了。初代 Z6、Z7 高昂的定价和 SQD 卡的垄断，让尼康错失赢得第一批用户的黄金时间。从2017年开始，视频自媒体进入高速发展期，相机视频性能的比重在普通用户的心中就越来越高。而尼康恰恰是这么多公司里唯一一个没有专业影视产品线的公司。就算尼康是胶片时代的王者，即使它上过太空，在 NASA 大显身手，尽管它造过大画幅镜头、精密显微镜、光刻机，但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市场份额也肉眼可见的缩减。在尼康还没做出内录 4K log 视频的时候， 8K 潮流已经袭来。当时尼康才刚发布2代 Z6、Z7 不久，却只是增加了 SD 卡槽，增强了对焦，视频规格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但是今天 Z9 出现了，曾经并没有专业视频技术积累的尼康，在短短3年内把这样的一台相机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内录 8K 60帧12比特尼康 N RAW， 内录 H265 8K 30帧10比特，内录 4K 120帧，内录 4K 6帧 ProRes RAW 和 ProRes 32HQ， 完全不裁切，无过热，坚实耐用可靠。放眼望去，这是只有专业视频机才会配置的性能。也正是因为尼康没有专业视频产品线，才能够毫不顾虑地把最好的都给到我们。而且全新的对焦系统也不会再被其他竞争对手叫老二了。截至今天，尼康已经发布了23支新镜头，以最大尺寸的 Z 卡口，尼康在光学上也实现了很多不可能。从画面中心到边缘都能够保持极高锐度风光神镜1424，历史上第一支0.95全开就能够保持极高素质的 Noct 夜神，还有物美价廉、出道即巅峰的50-1.8S 和一众 S line军团。尼康史上最强的镜头群加上最强的相机，从今天开始，尼康在视频、对焦、连拍方面正式回到第一梯队。我觉得 Z9 很好的从D6手中承接了新时代的气质，我想把 Z9 称之为旗舰新基准。尼康用自己的努力回应了我们所有的期待。话说回来，无论你手上用的是哪一台相机，我都由衷的建议你走出去，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欣赏久未凝视过的日出和日落，还有城市里难能一见的满天星辰、灿烂星河。按下快门，去拍下你眼中看到的曼妙风景，去记录你所在乎的人和事。只有这样，相机的参数才被赋予了真正的意义。我是 Links， 我们下期再见。那边红了，太漂亮了。